结婚纪念日当天，我为妻子准备了烛光晚餐，而她却在朋友圈晒出和男秘书的亲密合照。我高烧40度，她嫌我矫情不耐烦，转头却为那个男人炖上了名贵的燕窝。我被他赶出卧室，蜷缩在冰冷的杂物间，而他们却在我的主卧里夜夜笙歌。中秋节那晚，我老婆送了男秘书一架私人飞机，而他站在飞机前比着耶，无名指上的婚戒不见了踪影。我刚想关掉手机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禽兽帮了我这么多，送架飞机怎么办？钱是我挣的，还轮不到你管。没等我开口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深夜，禽兽发来炫耀的视频。方圆，你这个废物，舔了如烟这么多年，怕是连我这架飞机的零头都舔不到。我冷笑一声，正准备拉黑他，却看到一条震惊的消息：尊敬的用户，您尾号2189的账户已转出5000万元。这是我和母亲多年的积蓄，全都化作了别人的玩具。窗外烟花绽放，我独自坐在黑暗里，握紧了拳头。很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玩，那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山路上的暴雨来得突然，我驾驶越野车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，前方传来一声巨响，一辆民用车在拐弯处失控，眼看就要坠入山崖。我来不及多想就冲了过去。禽兽被我从车里拽出来的那一刻，山体滑坡已经开始了。我用尽全力将它推向安全地带，自己却被滚落的巨石击中了右臂，剧痛让我几乎晕厥，但求生意识支撑着我保持清醒。等到救援直升机赶到时，我已经靠着树干坐了2个小时。快救人！我看见一个白大褂匆匆跑来，是柳如烟，她却径直越过我，去查看禽兽的情况。她只是轻微擦伤。我忍着剧痛提醒道。柳如烟瞥了我一眼，知道了，你等下一批医生。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单位打来的，他们邀请我参与一个重要项目，即便腿伤剧痛，我还是立刻答应了。责任重于一切，陆组长，考虑到你的伤势，给你1周时间处理私事。领导的语气中带着赞许。我独自坐着轮椅在医院走廊里透气，远远看见柳如烟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走进病房。那是禽兽的病房，慢点喝，我特意给你熬的。他的声音温柔的不像话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想起上个月我因为高强度训练发烧到40度，打电话给他时，他说我这边工作太忙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陆队长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禽兽出院那天特意来道谢，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。柳如烟却在一旁说，你也真是，为什么要派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我没有解释那是他自己申请的任务。看着他心疼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相识的场景，那是在文工团的演出，他是领导夫人介绍来相亲的。那时我以为平凡的婚姻就是幸福，直到禽兽从外地回来，一切都变了。他是我大学同学，你能不能让他？柳如烟央求我放弃即将到手的晋升机会，我答应了，因为我以为这样就能换来他的开心。结婚纪念日那天，我精心准备了烛光晚餐，等到菜全凉了，他发来消息，今天要照顾禽兽，你自己吃吧。看着满桌子的菜，我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。或许从一开始我就错了。叮的一声，手机提示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是朋友发来的视频。画面里，柳如烟正和禽兽在同学聚会上玩真心大冒险。看着他们激吻的画面，我的手指在点赞键上停顿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按了下去。就是个游戏而已，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？柳如烟回到家，看见我的表情就不耐烦地说，我第一次没有顺着他，游戏就可以这样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撒娇地扑过来，哎呀，你吃错了。我侧身避开，他的笑容僵在脸上。电话是在深夜响起的，母亲突发心脏病，需要立刻手术。我去取存手术费的银行卡，却发现卡已经被掏空。打给柳如烟，电话关机，对不起，您的母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医生的话像一把刀插进我的心脏。我跪在太平间冰冷的地板上，握着母亲的手痛苦。手机震动，是柳如烟发来的信息，我和禽兽吃夜宵，你来接我们吧。捧着母亲的骨灰回家，柳如烟正在厨房忙活，我以为她终于良心发现，走近一看，她在给禽兽煲汤。这是什么？她嫌弃地打开骨灰盒，一堆土渣也值得你这么上心。我强忍着怒火，转身离开。同事们的议论传进耳朵，听说他老婆把他的积蓄都给了小白脸买豪宅，把你妈留下的老房子过户给禽兽，这是为了大家好。柳如烟一脸理所当然。单位传来消息，禽兽要升职，柳如烟逼我写辞职信让位，我沉默地答应了，开始暗中准备结婚纪念日。我又一次准备了烛光晚餐。柳如烟的朋友圈更新了最浪漫的夜晚，和最爱的人一起，配图是他和禽兽在高档餐厅的自拍。我关掉手机，看着满桌的菜，第一次觉得如此讽刺。我是在单位的楼梯口晕倒的，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值班医生皱着眉头看完检查报告，陆先生，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，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，必须马上做手术治疗。我苦笑着掏出手机，才想起存款卡早就被柳如烟掏空了。正发愁时，手机响了，是他打来的。在哪吃饭呢？我下意识问道。我和禽兽在今夜吃饭。他说这里的法国鹅肝很不错，他的语气轻快。对了，听说你在医院？医生说要做手术，就你这点小病小痛也好意思去医院？他不耐烦地打断我，矫情什么呢？赶紧回家吧，我刚给禽兽炖了燕窝，听说补身体特别好。电话那头传来禽兽的声音，如烟，这燕窝真香。我默默挂断电话，护士递来一张医药费清单，陆先生，这是预估的手术费用。第二天，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上班，刚走进办公室，就听见禽兽大声嘲讽，就这么个便宜货，也配坐这个位置？就是，听说他连新车首付都出不起，还是用他的积蓄给我买的。禽兽得意地炫耀着，如烟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他。同事们的目光让我如芒在背，我强撑着工作到下班，回到家却发现行李被扔在门口，主卧要留给禽兽住。柳如烟理直气壮地说，你就睡杂物间吧，反正你也习惯过苦日子。我默默收拾行李，在杂物间的地上铺了张旧床垫。深夜发烧到40度，我蜷缩在角落里，客厅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，来，为禽兽的升职干杯。柳如烟的声音透过墙壁传来。第二天去银行取工资，柜员告诉我，您的工资卡已经被设置了密码，这个月的工资已经被转走了。我拖着发烧的身体回单位，禽兽拦住我，陆队长，这是一份承认书，你最好乖乖签了，那是一份罪责承
成认输，你不会以为我真的靠自己能升这么快吧？他冷笑，如烟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废物。我饿着肚子在街上游荡，远远看见柳如烟挽着禽兽的手走进奢侈品店，透过玻璃，我看见他给他戴上一块名贵手表。老陆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是我的老朋友小王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他硬拉着我去一碗面，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他红了眼眶。我强忍泪水，扒拉着碗里的面条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母亲临终前想告诉我的话。回到家，我翻出母亲的遗物，在一个旧盒子里发现了一封信。儿子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……颤抖的笔迹透露着不安。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关于如烟和小张。原来母亲早就看出了这段婚姻的问题。我是在单位的楼梯口晕倒，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值班医生皱着眉头看完检查报告，陆先生，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，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，必须马上做手术治疗。我苦笑着掏出手机，才想起存款卡早就被柳如烟掏空了。正发愁时，手机响了，是他打来的。在哪吃饭呢？我下意识问道。我和禽兽在今夜吃饭。他说这里的法国鹅肝很不错。他的语气轻快。对了，听说你在医院？医生说要做手术，就你这点小病小痛也好意思去医院？他不耐烦地打断我，矫情什么呢？赶紧回家吧。我刚给禽兽炖了燕窝，听说补身体特别好。电话那头传来禽兽的声音，如烟，这燕窝真香。我默默挂断电话，护士递来一张医药费清单。陆先生，这是预估的手术费用。第二天，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上班，刚走进办公室，就听见禽兽大声嘲讽，就这么个便宜货，也配坐这个位置？就是，听说他连新车首付都出不起，还是用他的积蓄给我买的。禽兽得意地炫耀着，如烟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他。同事们的目光让我如芒在背，我强撑着工作到下班，回到家却发现行李被扔在门口，主卧要留给禽兽住。柳如烟理直气壮地说，你就睡杂物间吧，反正你也习惯过苦日子。我默默收拾行李，在杂物间的地上铺了张旧床垫。深夜发烧到40度，我蜷缩在角落里，客厅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。来，为禽兽的升职干杯！柳如烟的声音透过墙壁传来。第二天去银行取工资，柜员告诉我，您的工资卡已经被设置了密码，这个月的工资已经被转走了。我拖着发烧的身体回单位，禽兽拦住我，陆队长，这是一份承认书，你最好乖乖签了，那是一份罪责承认书，你不会以为我真的靠自己能升这么快吧？他冷笑，如烟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废物。我饿着肚子在街上游荡，远远看见柳如烟挽着禽兽的手走进奢侈品店，透过玻璃，我看见他给他戴上一块名贵手表。老陆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是我的老朋友小王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他硬拉着我去一碗面，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他红了眼眶。我强忍泪水，扒拉着碗里的面条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母亲临终前想告诉我的话。回到家，我翻出母亲的遗物，在一个旧盒子里发现了一封信。儿子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……颤抖的笔迹透露着不安。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关于如烟和小张。原来母亲早就看出了这段婚姻的问题。我开始系统的收集证据。第一站是医院的护工，我记得那段时间，您太太经常半夜来病房。老护工压低声音说，每次都带着一个男人，他们总是避开监控死角说话。我立刻去调取监控录像，画面里柳如烟和禽兽频繁在医院偏僻处密谈，而这些都发生在母亲病危前。回到家，我仔细整理母亲的遗物，在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，我发现了一个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，母亲虚弱的声音传来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一定要查清楚，他们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老领导找到我，那天母亲一直想见你，可值班的正好是你老婆，她说你在开会，就把你拦在外面了。行经理带来的料更让我心惊，柳如烟早在母亲住院前就开转移我的存款，而这些钱的去向都指向一个离岸账户。陆先生，您母亲去世那晚很不寻常，护士长终于道出实情，她的各项指标都在好转，可突然就……翻开母亲的日记，一张泛黄的纸条掉了出来。柳医生和小张的关系不简单，他们似乎在密谋什么。今天我无意中听到后面的字迹模糊不清，老战友找到我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结婚前，你老婆和张工就认识，他们是一个地方的，好像还是高中同学。这个信息让我如遭雷击，原来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好的。偶然遇到柳如烟的闺蜜王子轩，她喝得醉醺醺的。老陆，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，如烟和禽兽他们在你之前就……没等他说完，柳如烟就出现了，把他拉走了。但这已经足够了。深夜，我躺在杂物间的地板上，又听见了柳如烟在阳台打电话。房子的事你别急，等我把他的钱都转出来，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母亲的死绝不能就这样算了。第二天，我去找了朋友，他看完我收集的证据，脸色凝重。这些材料显示，你母亲的死可能另有隐情，我要查清楚真相。我的声音很冷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朋友拍拍我的肩膀，放心，我们会帮你。不过你现在要做的事……他在我耳边低语几句，我点点头，是时候该结束这场闹剧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精心准备了一桌母亲生前最爱做的菜，每一道都承载着我们一家3口的回忆。红烧肉是母亲的拿手菜，那是柳如烟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时，母亲特意做的。清蒸鱼是我们每年过年必备的菜，母亲总说鱼要双头朝上，寓意年年有余。难得的是，柳如烟今天准时回家了，看到满桌的菜肴，她有些惊讶。今天什么日子？坐吧，我平静地说，我们该好好聊聊。这道红烧肉是妈最拿手的。我一边给她夹菜，一边说，记得你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时，妈特意做的。柳如烟尝了一口，突然放下筷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都知道。我轻声说，从包里拿出母亲的病历和监控录像。那天晚上，你和禽兽在病房里待了多久？他的手微微颤抖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又拿出银行流水，为什么在妈病危时你要转走所有的钱？你不懂。柳如烟突然激动起来，我和禽兽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你只是我们计划中的一环，所以我妈的死也是计划中的一环吗？我盯着她的眼睛，她的脸色瞬间煞白，是她多管闲事。柳如烟终于崩溃了，如果她不查我们的事，也不会。说到这里，她猛地捂住，我轻轻按下录音笔的停止键。谢谢你的坦白，这些年我过得真的很痛苦。
你什么时候？他惊恐地看着我。从你进门的那一刻起。我站起身，外面的警察应该等得够久了。房门被推开，几名警察走了进来，领队的正是我那位朋友柳如烟女士。关于您涉嫌谋杀陆母一案，我们需要您协助调查。她瘫坐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因为你们太贪心了。我看着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，不只是钱，还有我母亲的命。警察带走柳如烟时，我独自坐在餐桌前，这些菜都是按照母亲的味道做的，可惜再也吃不到她做的。我端起酒杯，对着母亲的遗像说：“妈，您的在天之灵应该能安息了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所有证据来到警局，这些材料足够定案了。专案组的警官说，尤其是那段录音，直接证实了他们的犯罪事实。柳如烟被带进审讯室时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高傲。她看见我时，眼中的轻蔑变成了恐惧。禽兽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冲到医院想要毁病历，却发现所有证据都被我提前转移，他扑了个空。你们真以为我会让证据留在那里？我冷笑着看着被警察制服的禽兽。审讯室里，柳如烟终于崩溃了。是我承认，我和禽兽早就认识了。她哭着说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后来一直保持联系。我嫁给你就是为了我的钱和地位，我从没爱过你。她抬起头，但我也没想过要害死阿姨。那天晚上，她突然说要见你，说发现了什么。禽兽怕事情暴露，我整理办公室时，发现了一张母亲和我的合影，那是我刚离家时拍的。照片背面写着：“儿子，妈永远以你为傲。”泪水模糊了视线。1周后，柳如烟申请见我，隔着铁窗，她憔悴了很多。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她哭着说。我转身离去，眼中闪过痛楚，不是不恨，而是不值得。法庭上，最后的审判来临，被告人柳如烟、禽兽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。两人被押解时互相埋怨推诿，都怪你非要。明明是你说收拾柳如烟的物品时，我在抽屉底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，那时的笑容多么真实，却原来全是谎言。路上偶遇柳如烟的父母，2位老人哭着向我道歉，是我们没教育好女儿。老两口哽咽着说，我恨的不是你们。我轻声说，青木前，我放下一束白菊，妈，您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我抚摸着冰冷的墓碑，儿子帮您讨回公道。夕阳下，我独自走在街头，看到一对母子有说有笑的从身边经过，我不由得抬头望天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却露出释然的微笑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却没想到柳如烟还有后手。陆先生，您看看这个。同事递给我一份报纸，头版赫然是柳如烟的律师声明，我的当事人是被胁迫认罪，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。报道中，柳如烟声泪俱下的控诉我如何威胁她认罪，如何伪造证据，甚至暗示母亲的死与我有关。你先回家避避风头吧。老领导叹了口气，上面压力很大。刚走出单位大门，就被记者团团围住，闪光灯晃得我睁不开眼。话筒一个接一个的伸到面前，请问您对柳如烟女士的指控有何回应？您是否真的伪造了证据？您母亲的死是否与您有关？禽兽的律师挤过人群，当场递上诉状。陆先生，这是要求重审的法律文书，我的当事人要求彻查真相。我刚要说话，柳如烟的父母突然出现，我们女儿在狱中受尽折磨。老两口声泪俱下，他说你逼她认罪，我们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同意这门亲事。回到医院，我发现母亲留下的证据被人翻动，重要的病历和录音笔不见了。新来的检察官要重新审查此案，老战友神色重，他们对你提供的证据是怀疑。重审开庭那天，法庭内外围满了记者。柳如烟穿着素净的衣服，面容憔悴，她哭着作证，我是被她威胁才认罪的。她说如果我不配合，就……我看着她表演，突然明白了她眼中闪过的毒液。银行经理打来电话，陆先生，有人威胁我改口，说之前的证词是伪造的，眼看案件就要翻转，老领导却突然找到我，你母亲临终前录了视频，我一直保存着。什么视频？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特意录下来防备。老领导递给我一个 U 盘，法庭上，母亲的视频被播放，画面里，他虚弱但清醒地说，如果我出了意外，一定是柳如烟和禽兽。我听到他们商量要。视频播完，法庭一片死寂。柳如烟瘫坐在被告席上，禽兽的律师仓皇离场。被告人柳如烟、禽兽涉嫌作伪证，将追加刑期。走出法庭，阳光格外明媚。这场闹剧终于真正结束了。我默默听着，心中五味杂陈。1周后，狱警送来一封信，是柳如烟写的。我知道这封信可能无法得到你的原谅，他的字迹有些颤抖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信中，他讲述了自己扭曲的成长经历，从小被父母过度溺爱，养成了极端自私的性格。遇到禽兽后，两人一起沉迷于虚荣和金钱，最终酿成大错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信的最后，他写道：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幸福。那天下午，老领导约我去咖啡厅。小陆啊，给你介绍个人，他身边坐着一位年轻女孩，这是当年帮过你母亲的护士小李的女儿，女孩叫王子轩，是一名儿科医生。她温柔地笑着，阿姨生前经常和我妈妈提起你，说你是个好孩子。我们聊得很投机，她善良懂事，眼神清澈的像山泉。周末，我带着王子轩去给母亲扫墓，看着她细心地擦拭墓碑，为花瓶换上新水，我的心被温暖填满。阿姨一定也希望你能重新开始。她轻声说。散步时，王子轩告诉我那段往事。那天晚上，阿姨发现了柳如烟和禽兽的事，想通知你。我妈妈值班时看到他们鬼鬼祟祟，就告诉了阿姨，原来母亲是为了保护我才会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这些。王子轩歉意地说。回到单位，我升职了，同事们纷纷道贺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老领导拍着我的肩膀，你妈在天之灵也会为你开心的。整理办公室时，我又翻到了母亲的日记本，里面写满了对我的期望和爱。我的儿子一定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晚上和王子轩一起吃饭，他小心翼翼地问我妈妈说，你的心结该放下了，生活还要继续，对吗？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路上偶遇柳如烟的父母，他们看到我身边的王子轩，
轩欣慰地笑了。小鹿，你终于……我点点头。是啊，生活总要继续。夕阳西下，我和王子轩站在海边，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，像极了母亲温柔的笑容。王子轩，我转身看着他，我想我们可以试试。他羞涩地点点头。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脸上，美得像一幅画。远处的海平面上，一轮明月正在升起，新的篇章就这样开始了。正当我准备开启新生活时，狱警打来电话，说柳如烟在监狱里闹事，被调去了重刑犯区。他现在每天要做最累的活。狱警说，那双保养得宜的手已经磨出老茧，再也不复从前的娇贵。禽兽的处境更惨，他在狱中与重刑犯起了冲突，被打成重伤。那辆用我积蓄买的豪车已经被法院拍卖还债。陆先生，您要不要去看看柳医生？护士长欲言又止。他父母病重，他申请保外就医探望，但被驳回了。我摇摇头，这就是他自己选择的路。1个月后，柳如烟的父母相继去世，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。禽兽因伤口感染高烧不退，在病房里得知他的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回家。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他。他整天自言自语，医生说可能是被良心折磨疯了。狱警说，探监室里，柳如烟的闺蜜王子轩来看他，外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了。王子轩说，以前那些巴结你的人，现在看见我都绕道走。禽兽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。狱警说他总是喃喃自语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人知道他在向谁道歉。媒体开始报道这个案件，如烟和禽兽的事迹成了警示教材，那些曾经光鲜亮丽的照片变成了讽刺的注脚。我听说柳如烟在狱中得知我即将结婚的消息，整夜痛哭。狱友冷笑着说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嘛去了。禽兽因病情恶化被送医，在弥留之际不停地说着胡话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没人为他送终。柳如烟的父母葬在一座偏僻的墓地，每逢清明，他只能在狱中遥望，这成了他此生最大的愧疚。你知道吗？王子轩最后一次探监时说，他们2个人现在都后悔了，可是晚了。我站在高处望着这座城市，曾经的恩怨情仇都已经化作云烟。王子轩挽着我的手说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。我笑着点头，是啊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这就是他们应得的结局。婚礼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我和王子轩在众人的祝福中交换戒指，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老领导作为证婚人说道。柳如烟在狱中听说我结婚的消息，整夜难眠。狱友说他经常在梦中喊对不起。禽兽因精神失常被转入精神病院，整日重复着我有罪。曾经的风光不在。我和王子轩整理新居时，发现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阿姨笑得真温柔。王子轩说着，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擦拭干净，放进相框。在单位，我的事业蒸日上，新研发的军工项目获得重大突破，这正是母亲生前最期待看到的。半年后，王子轩怀孕了，她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柳如烟的父母，你们就是孩子的外公外婆。她真诚地说，2位老人激动地落泪。周末，我带着已经显怀的王子轩去给母亲扫墓。妈，您马上就要当奶奶了。我轻抚墓碑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监狱里，柳如烟收到了一封信，是我写的，希望你能真心忏悔，获得新生。我在信中写道，这是母亲在天之灵最希望看到的。9个月后，在产房外，我紧张地来回踱步，恭喜，是个健康的女孩。护士抱出孩子，我们给她取名思念，寓意思念天上的奶奶。你看，她笑起来像极了照片里的老人家。护士说，夜深人静，我抱着熟睡的女儿，望着墙上母亲的照片。王子轩靠在我肩头，有时候我觉得阿姨一直在保护着我。我点点头，泪水悄然滑落，这一次是幸福的泪水。